庄天母侯府已经在赎罪了，你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菲菲，姐姐到现在还叫你夫君，可怜她守了一辈子的活法，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真相呢。贱人，若不是你施之于他人，这么多年怎么可心甘情愿把家产都给了我？原来是你当着社稷陷害我跟摄政王的。这个人尽可夫的贱妇，若不是看在你们顾家还有几分财产的份上，老子早就弄死你了。重活一次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还有我前世无缘见到的韩恩，这世娘亲一定会保住你。不要，我是个夫君的人。你中毒了，是桃花雾。若本王不替你解毒的话，你必死无疑。今日就算本王背上骂名，也非要救你不可。等等，我重生了。世子，事情成了。好，等捉了奸，我就可以威胁摄政王助我承袭爵位。而顾南这个女人，以她的性子，肯定会为我文昌侯府做牛做马。到时候，这顾家的财产也全是我们的。一箭双雕，走，捉奸，走。你们这对狗！你们怎么回事？难道事情没成？这不可能！你是不是欺负我夫人了？夫人莫怕，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你尽管说。真的是谁都不能欺负我吗？夫人，你放心，为夫今日就是拼着性命不要，要护你周全。你尽管说。顾南啊，顾南，只要你把脏水往摄政王头上泼，我就有他的把柄，而你会不打自招了。我护着你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就是世子你在欺负我呀！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？世子你一进门，一口一个有没有欺负我？知道的是世子在关心我，不知道还以为我和摄政王有些什么呢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你还让我怎么活？你说这是不是在欺负我？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一时情急，这才口无择言，你不要生气。贱人，这是不是摄政王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？证据确凿，我看你怎么开脱！原来如此，顾南，你这个淫妇！摄政王，纵然你身份尊贵，也不能这般欺辱我儿媳妇吧？来人，备轿！我要进宫找太后娘娘评评理，是不是皇室子孙就能随便入人家后院睡人家女眷？戏，本王和你演完了，现在还是不需要本王帮忙吗？这世上可没有本王护不住的人。好啊，那就备2顶轿子，我与婆婆一同进宫。你进宫做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这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也想让太后娘娘给我评评理啊！试问是哪家婆婆当着外男的面扯着儿媳妇的衣裳？还有我这身上的红疹，婆婆你明知道我对花生过敏，还派人送了这么多花生，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？那今日就进宫，跪求在太后娘娘面前，准许我与世子和离。不行，不能和离！世子既然不相信我，为什么还不同意和离呢？你要是和离的家庄走了，就我们侯府剩下的财产，不出半个月就可惜被封了。夫人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我跟母亲刚才是担心你，一时间你说错了话。夫人，这和离的事儿
可千万不能随意说出口。你忘了我们当初的山派时？其实我们自己家关了门，怎么样都好。只是今天让摄政王看了笑话，我也与摄政王讲了好多你的好话，希望他能扶持你袭爵。王爷说可以考虑呢。是真的吗？你真的答应帮我成爵？本王原先是看在顾南的面子上同意的，但细看下来，发现你行事冲动，不堪大任。这想着袭爵的事，还是算了吧。儿子，来人，快传大爷！记着，你欠了本王一次。明明这事是我吃亏，怎么是我欠你一次？本想着顾南的贞洁毁了，我就能贬妻为妾，这样不仅不损失我们侯府的财产，还能风风光光的迎娶殷商进门。世子，夫人请世子一见。都这晚了，他就那么缺男人啊？不见，让他滚！夫人拿着一盘茯苓膏，还让人押着长顺媳妇，说是世子不见，他就直接去御史台了。茯苓膏，该不会顾南发现了吧？你没安排人将剩下的茯苓膏收好？还有长顺媳妇这个证人，你还没处理啊？现在是不能让顾南去御史台，不然你儿子成爵的这事儿就彻底没指望了。你跑去御史台做什么？并非是儿媳想去御史台，是有人想害儿媳啊！这府中的下人口口声声说是世子让他下的毒。贱人，这个贱婢，竟然敢污蔑主子！本世子什么时候让你下毒害夫人了？奴婢没有说谎，此药应叫桃花坞，吃下之后，若不及时与男人欢好，必死无疑。世子让奴婢将药下给夫人，再想办法将摄政王引到夫人院子里。难怪你口口声声质问我摄政王有没有侮辱我，原来世子和婆婆是想以我的清白之身来换世子的爵位啊！世子，你还真是好算计，为了爵位，连你妻子的清白之身都不要了！住口！来人，将这个污蔑主子的下人拉出去，立刻杖毙！慢着，夫人，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下人的污蔑之言，而不相信自己的夫君呢？我们可是要携手过一辈子的人。既然长顺媳妇儿口口声声说是您指使的，那不如直接去御史台还您一个清白，您觉得呢？夫人，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而且这件事情毕竟牵扯到摄政王，若是传扬出去，对你的名声不好。夫人，今日的事儿确实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为夫都可以答应。真的什么都可以答应吗？是。如意，永和9年6月初5，世子打点书院，借走嫁妆银子5000两。8月初8，借走嫁妆银子1万两。住口！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我这些年用嫁妆贴补家用的账单，现在可以一一还来了吗？顾南啊，顾南，原来每次你给我银子，都暗地里记着账啊，还说成是借的，我真是看错了。不然呢？若不是借的，世子岂不是成了靠妻子嫁妆养的废物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商户女！今天要是敢踏出侯府一步，我就让我儿子休你这个贱妇！你以为我不敢走吗？你敢！就算我今天不去，御史台的人就不知道此事了吗？你的贴身丫鬟春花呢？世子，你觉得呢？看来这今天真让贴身丫鬟去御史台告状了。不行，夫人，这样不好吧？这毕竟是家事。来人，拿钱给夫人。不行，花了我的钱还想要脸，要能今天就把你的第一层脸皮给扒下来。
从今天起，侯府的一大半都是我顾南的，你们就搬去偏僻的那个小院子。对了，记得天亮前把东西都收拾好。岂有此理！这顾南简直太过分了！这笔账日后找他清算。怎么没留下长顺媳妇儿？顾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们要留也留不下来。哎呦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母亲，你放心，这把柄我不会让他留下来的。如意，你以后就住侧院吧。我一个人住侧院？上一世你为我赴汤蹈火，这一世我岂能薄待你啊？可是夫人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拿回嫁妆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要慢慢报复这座府里的人。如意，看好长顺媳妇，她是我以后要和离的重要证人。是。小姐，不好了，长顺媳妇死了！什么？姑娘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没有了长顺媳妇这个把柄，世子爷说不定怎么嚣张呢？我说王爷，您就这么眼巴巴的望着世子夫人，不知道人还以为……闭嘴！不准叫世子夫人，叫姑娘，懂？懂，奴才都懂。男人的占有欲嘛。各位贵客，吃好喝好。看来世子爷似乎更重视新夫人呢。在这后宅里，什么位分都是虚的，还是得看主子更偏爱谁。侯府可真没规矩，迎娶您这个正头夫人的时候，说是热孝期不宜大办，让您寒酸的进了府，如今却弄得满城皆知。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您，咱们就这么认了？前世欠我的可不止谢和母子俩，这孟云商不进府，我怎么将这些贱人一同收拾？如意，今天这场婚事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热闹。既然觉得我是冷锅冷灶，如意，不如找几个人牙子，把他们卖了。夫人，我们错了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，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卖我们，夫人，夫人。姑娘，他们竟然要一个妾室从正门进，这是在打您的脸啊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平妻在正妻面前就是妾，不过作为妾的话，如果说要从正门进，恐怕也不妥吧。韩郎啊，嫔妻也是妾，朝廷律法也没说嫔妻不能从正门进啊。你想说的是？夫人啊，我知道你心中都有不满。按道理说，我与云裳订婚在前，云裳应是正妻。可是我心中爱宠，不忍你受委屈，又不能毁了与云裳的婚约，所以才委屈云裳做妾。云裳已经退了一步，夫人就再退一步，让云裳从正门进吧。夫君，其实我倒无所谓，不过平妻若是从正门进的话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，终究会受到世人的指指点点。况且世子你刚过孝期，正在当选朝廷命官，会对世子不利的呀。对，夫人说的对，
得从侧门进。龙狼，云莎，哎，我心中只爱你一人，日子还长着呢，从哪进步事情啊？时辰已到，贺礼该到了吧？哎，等等！卑职奉京兆府尹之令，请世子夫人去京兆府衙门走一趟。好啊，顾南，你究竟做了什么恶毒的事情，竟然让人告到了京兆府尹衙门？大人，我顾南平日做事从不欺人，请问是何人喊冤呢？未经府尹大人审案，案情不方便透露，还请世子夫人跟卑职走一遭。世子，那您觉得呢？我怎么知道你做了什么恶事？既然府尹大人传唤，我们侯府应当配合，你就随着衙役走一趟。世子能否陪我一同过去？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也没什么见识，若是在公堂上说错了话，我怕连累侯府和世子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没看我举行婚礼呢吗？我哪有空搭理你？去，得去。还真得跑一趟，正好借这个机会毁了顾南的名声。他名声毁了，才能让我们捏扁搓圆。父亲大人说的是。既然这样，那为夫就陪你走一趟。请。好你个贱妇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走着瞧。原告姓甚名谁？为何要状告文昌侯世子夫人？启禀大人，小人名叫张强，状告文昌侯世子夫人拖欠小人2年房租不给，小人屡次讨要未果，还惨遭其殴打。你看那大人，你们看，欠人家房租不还，还殴打人，太过分了。谢世子夫人仗势欺人，恶女啊！对的，就是恶女。天助我也！若是今日能坐实顾南恶妇的名声，那就只能这么捏了。顾南，堂堂侯府世子夫人，竟然拖欠普通百姓房租，侯府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欠了多少？赶紧还给人家！世子说笑了，我嫁妆里的房子住都住不过来，我何时需要在外租房住了？是啊，听说世子夫人出身皇商顾家，她怎么会在外租房，还拖欠房租？你是谁？我状告的是文昌侯世子夫人。我就是文昌侯世子夫人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大人，世子夫人就住在我的宅子里，我见过她，她不长这样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有其他人冒充谢世子夫人住在那里啊？肃静，本官可以作证，这位便是世子夫人。既然你说你在你的宅子里从来没有见过她，想来此事是有些误。你等等，大人，小的认识他，他就是住在小的宅子里的那个男人啊！是他哦，你胡说！难道你在外养了外室，还以我的名字租了房子吗？大胆刁民！本世子从未见过你，我岂是你随意污蔑的？大人，小的没有污蔑他。端午节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去宅子里讨租，在院子里见过世子和夫人，他们在院子里赏花，当时有说有笑的。记得小的还感慨了一句，说世子和夫人感情很好啊。世子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不是，夫人，您难道不相信我？可是，这谁啊？没有什么可是。来人，闭堂。婆婆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本郡主乃是皇室血脉，我儿自然也是。既然是皇室血脉，那审案万没有让外人旁观的道理。李福尹，你说是不是？郡主说的对。来人，闭堂。慢着，顾南，这是我们家事，难道你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
等门一关，这案子到底如何，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李福隐，有人扰乱公堂，该当何罪？扰乱藐视公堂，拉下去，打他10场少爷棒！今天就算打100大板，也不能关堂。真是小门小户出身，没有半点规矩。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难道为娘这一世无法保住你吗？若是这次为娘也无法护住你，那为娘就和你一起去死。我们来世再做母子。慢着！本王是皇族，应该有资格听这个案子吧？本王听说这里有热闹看，本王过来瞧瞧，本王可有资格？您自便。既是皇族，就应该为百姓做出表率。谢恒，你若没有做出什么亏心事，何必关门听审呢？李府尹，你说呢？是。出什么事了？今日有人状告文昌侯世子拖欠房租，但我从未租用过任何房子。经事主阐述，这房子很可能是世子用来养外室的。谢恒，可有此事？你莫听这妇人胡言乱语，我根本就没有养外室啊！哦，是吗？恒王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我不是怕夫人连累你，担心你吗？夫人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您跟世子在小的宅子里住了4年，却只给了2年房租啊，夫人！你个贱民，别胡说，我没有。夫人呐，你可不能抵赖呀，夫人！你给我住嘴！你要房租，你找下人去要，你找我做什么？这不是谢世子要娶的那个平妻吗？我当什么身份？原来是世子忘不掉的老情人啊！不是，这自古以来哪有抬外室做平妻的道理的？就是住口！本世子的家事，岂容你们胡言乱语？这话错了，皇族受天下人供养，就应该为天下人做出表率。谢恒，你身为侯府世子，先是利用原配名义偷藏外室，拖欠房租，竟然还要抬举宠妾做平妻。谢恒，这般做法，你可曾考虑过皇族的颜面？这些年，我顾南掌家从未出过错，还不时用嫁妆贴补家用。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既然你是真心喜欢他，为何要和我许下一辈子的誓言？如今执意要立外室为正妻，将我和侯府的颜面置于何地？万万没想到，偌大的世子府竟要靠夫人嫁妆补贴。全家联合起来欺骗世子夫人，以外室为平妻，这堂堂世子府真不害臊！对，就是对。谢恒，你可都听到，今日侯府如此大阵仗娶平妻，简直等同于宠妾灭妻啊！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，我今日拿的是妾，不是娶平妻。恒王，大点声，我听不到。本世子今日纳的是妾，不是娶平妻。既然是妾，那为何要穿上大红嫁衣呢？对啊，谁家妾会穿大红色啊？是啊，当我们是瞎子呢？对，糊弄谁呢？吓走玩意儿！都说是妾了，谁觉得你穿的大红衣？你说你安的什么心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还不快滚！好孩子，一个贱妾而已，别让她污了你的心啊！你既然这般不给面子，
那你的命也就别留了。后宅里想要悄无声息弄死一个人的手段多了去了。这个家恐怕你们是回不去了。这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还活着？来者何人？奴婢是世子府的下人，今日前来，一是自首，二为报官。你闭嘴！不要听这疯女人胡言乱语，她就是个疯子。让她说。奴婢不该受世子蛊惑，对夫人下毒。她绝对是污蔑我！这个贱婢，竟敢污蔑本世子！奴婢有证据。够了！我家世子爷在心仁厚，小人不许你污蔑于他，去死吧！这可怎么办？你可真歹毒！大胆！竟然敢在公堂上行凶杀人！说，受何人指使？无人指使，同为下人，我看不惯这个贱人污蔑主子。既然这个小厮口口声声说是为你这个主子杀人，如今他已死，但是藐视公堂之罪不能消。李福尹，藐视公堂，该当何罪？本王在问你话呢。重打50大板，还不执行？来人，大胆！你们谁敢动手？谁敢打我儿子？你这次来桩桩件件都护着顾南，莫不是专程来护着他的吗？莫非你们……你身为皇族，竟然要娶一个不懂规矩、无媒苟合的宠妾进门，后又纵容小厮在行凶杀人，丢尽皇族脸面！来人，拖下去，给我打！记着，你又欠本王一次。今日多谢殿下出手相救，此次恩情，顾南今生难忘。只是感谢。对，只是感谢。可是本王要的，从来都不是感谢，而是……春去秋来的茂盛，却遮住了黄昏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本王的真心用意？妾孟氏来向夫人请安。不好意思，妾早就想向夫人请安了，偏偏世子缠着妾不放。世子缠人的功夫，想必夫人也是知道的。哎呀，妾说错话了，夫人还没有伺候过世子，又怎么会知道？你，不就是想进茶吗？如意，去给孟姨娘拿个蒲团过来。你居然让我跪着敬茶！贱妾本应如此，怎么不愿意？医生，你在这儿吗？大胆！顾南，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都是妾的错。若是夫人不满意的话，别说是烫伤妾的手，就算是划伤妾的脸，妾也是不堪有怨言的。如夏，你没事吧？顾南，我没想到你如此心胸狭隘。云裳昨夜不过是侍妾，你居然忍心泼茶烫伤她的手，你简直没有人性！这茶不是我们姑娘泼的，是她自己打翻的。出口！还在狡辩，顾南，
你可知罪？身为世子夫人，如此善行，此乃大罪。今日为夫就要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家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世子昨日纳妾所用的开销，都是从我账上走的，还请世子记得还钱。夫人，何必记得如此详细呢？没必要吧？哦，世子娶个妾，还要用夫人的钱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怕是满城的人都要笑话世子是个没出息的人相。如果不想还钱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如将侯府的管家权全部交给孟姨娘。给我！反正侯府这么大，管起来也麻烦，不如交给孟姨娘。夫人交心的是，妾刚进府，理应为夫君还有姐姐多分忧的。每个月300两的进账，但至少1000两的花销，这个账我倒是很期待你该怎么管。姑娘这是在盘账？没错，我们不会在侯府待太久，想要合理，就要先拿回长在侯府大管事手里我们顾家的资产。世子夫人，这么急叫我等前来，可是有何要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清点一下这半年来的账务，以免出现什么差错。哎呦，这话让您说的，有我赵掌柜管着，能出什么差错呀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从今天起，每个月的账本都要向我一一汇报。这个嘛，我们之前呢都一直给世子大人汇报，夫人这突然改了规矩，不知可否给世子大人商议过呀？笑话，这是我顾家的作坊，当然由我顾家人做主了。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等可都是世子亲自定下来的人，夫人这么做是质疑我，质疑世子了啊！是哎呀，你们也觉得我应该和世子商量吗？夫人这样做事，就不怕众叛亲离吗？说得对，众叛亲离，真是笑话！你们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要我跟你们一一说明吗？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哎呦！作坊的油盐酱醋、柴米油盐进价虽然比市价低，但却比批发价高2成。我顾家本身就有粮油铺子，进价只会更低2成才是，这里外里多出来4成。曹掌柜，你是喂狗了吗？虎皮、豹子皮、狐狸皮等炮制的失误率一般不足1成，顾家老工匠多，手艺也好，这半年失误率却达到了3成。宋掌柜，这2成也上你喂狗了吗？赵掌柜，茶楼上好的雪顶棉花一年产量不足3斤，我们一个作坊进货就3斤半。那你告诉我，顾家进贡到宫里的棉服是什么？你这账册记录的不是账，是要害我们顾家掉脑袋的送命符。夫人，你竟然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一个深闺妇人看不懂账目糊弄我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别说是打你们，就是把你们送到衙门，看你们能活着出来吗？夫人啊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，你就饶命啊！夫人，你就放过我，别再打了啊！夫人，饶命啊！夫人，饶命啊！算了，别打！我们顾家用人的原则就是一字不忠，终身不用。来人，把他们顾氏的衣服扒下来，连人带衣服扔出去。韩郎，这大白天的，就等一下嘛。韩郎，这不是帮我管家吗？我一看那账上的数字，好像不太对。你才刚进侯府几天，怎么张嘴闭嘴的都是钱，满嘴的铜臭？以前你可不是这样。
这不是说让我管家吗？我一看那账上只有300两银子，那么大的侯府，这哪够啊？哎呀，恒郎，你就跟我说说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那顾南那个泼妇害的。顾南，要不是他逼我还他的嫁妆钱，这账目何至于此？多大一笔钱呢？还嫁妆钱？恒郎，你的意思是，之前侯府的用度一直是花的顾南的嫁妆？这侯府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人吃马嚼的，我这点俸禄哪够啊？不好了，侯爷，夫人她刚收回了侯府名下所有的公家产业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，顾南？这些本来就是顾家的产业，我只不过是清理了几个蛀虫。正好你今天过来，我要向你宣布一件事情：从今往后，我要接手顾家所有的产业，由我成为最新的负责人。这不可能！自古以来，哪有女人当掌门的？这内宅夫人绝对不行！你以为这是过家家？哪条法规规定女人不能当长辈？既然没有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你可是我文昌侯府的世子夫人，岂能出来抛头露面经商？你这样做，岂不是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谢恒连夫人都养不起吗？那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什么赌？赌我能够拿到朝廷军队民服供应。荒谬！顾南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今年可是暖冬，别说你顾氏要和侯府脱离关系，就算没有，内府监也不会花大价钱来购买棉服。你就赌不赌吧？赌什么？就赌顾氏总负责人的位置。如果我赌赢了，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你不要插手；但如果我输了，说明我顾南没有这个本事，愿赌服输。此话当真？白纸黑字。好，我就不信你有这本事。接下来是个百年一遇的寒冬，这个赌我一定赢。世子，刚得到的消息，顾南送去内监府的样样全都被退回来了。看吧，我就说顾南这个蠢货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还听说顾家拿全部的积蓄都去收购棉花了，这回可就等着他们破产。他既已签下赌约，就得认赌服输，看他以后怎么折腾。从今以后，这顾氏就是我们谢家的囊中之物。掌柜的，3日期限一到，欠我们棉花钱是时候还了，别以为我们农民好糊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是要拿回我的血汗钱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是。几位，钱我一定会还的，但是能不能通融通融，宽限几天啊？呸！我们之间还有的商量吗？夫人呐，既然是咱顾家商号欠了人家的血汗钱，那就该拿东西抵债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让我们把这顾家商号值钱的东西都给他搬走，抵他们债。干嘛呀？这是我们顾家，不可以拿。掌柜的，要么给钱，要么拿开。走开！走。姑娘。王爷唤下官来，是有什么紧急要务？你看，这就是你们内府监为边关将士所准备的棉衣。这种棉衣，连京城的冷都无法抵挡，更别说戍守边关的将士。你这是要把我们大秦将士的命白白送给异族吗？下官失职，罪该万死。即刻下令更换供应商。
来时记得做个聪明人。你没事吧？你们不能拿，这是我们顾家的，你们不能拿走。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明抢！不是王爷，是顾家商号买了我们棉花，又不给钱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能拿东西抵债了。是呀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暂时是。滚！谢王爷。顾姑娘，我是代表内府监来跟顾姑娘谈笔生意的。前任内府监监正采购的棉衣都是些残次品，根本无法为将士们御寒。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冷，时间紧迫，内府监想跟顾家商号购买一批棉衣，不知顾姑娘意下如何？没问题，顾家前段时间刚采购了大批棉花，一定会如实交付的。这是定钱。太好了，这下顾家有救了。那微臣一个先走。赵掌柜，留步！来人，将他的经脉全部挑断，流放岭南。是。走。多谢摄政王明察秋毫，出手相救。你为了赢下这一赌局，不惜变卖自己全部的嫁妆，我给你赎回来了。谢谢。只是感谢。殿下，别叫我殿下。松手！不松。不行，我可是有妇之夫。本王从不在意这些。那你在意什么？本王在意的只是你的心意。是否真的对本王无益？看着我，说实话。你松开我，我还有事儿。还有脸回来？怎么了？还好意思问？你作为谢府的侯夫人，居然不顾夫君，如此歹毒，不配为宗妇。婆婆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明知故问，要不是你，赵掌柜也不会被流放，我也不会被削去官职。这回你满意了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，可是这与我何干呢？还不是都怪你！现如今侯府水深火热，你这世子夫人休想撒手不管。那你想让我怎么管呀？韩娥被贬职，你必须拿出点银两来替他疏通打点，让他官复原职，否则就休了你。我顾南可不是任你们拿捏的出血包，更不是你儿子升官发财的铺路石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要休了我，做梦！要和离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怎么回事？如意，如意，
不用叫了，外面的人已经被本世子打发走。谢和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在这闺房之内寂寞，还能做些什么？自然是做夫妻该做的事情。你不要乱来！你我夫妻天经地义，就算告到皇上来也没有用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现在心里在我这里，那是因为还没有跟我圆房。等你彻底成为我的女人，一定会乖乖听我。放开我！秦少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下来！我警告你，离我远一点！休想得逞！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不行，这样下去会伤了孩子。快醒醒，醒醒！你离我远一点！你就这么不喜我？我可是你夫君！你不配当我的夫君！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！何必挣扎呢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还未尝过吗？乖，让为夫带你体会人间极乐。不要！你醒了。顾南，顾南，是你救了我。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会落入这种圈套里？你让本王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呢？为什么每次遇见都是我最狼狈的时候？幸好是本王，不然你这副模样，还想给谁看？对了，我给你请个大夫，帮你好好把把脉。诊脉？不必了。王爷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顾南不敢接受。好，那本王先处理完杂事，晚点再回来看你。不能让他发现我肚子里的孩子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这壶酒是给你的谢礼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女人真是没良心，这可是本王花了几个时辰亲手为你熬的。来人，来人！去派人偷偷跟着那个女孩，别让她再受欺负。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？臣敬太后一杯，这可是某人特意为臣所酿的。太后，您尝尝，可还喜欢？如何？母后，母后，快去叫太医！母后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顾南送的酒有问题？有脸坐着？你看看，你把我儿子都打成什么样子了！可惜没能把另外一条腿也打折。这个疯女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
放心，不用跟他废话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女的腿也给我打断，我也让她尝尝剁腿的滋味。你们谁敢伤我小姐，我就跟谁拼命！你们自己做了亏心事，还倒打一耙，你们侯府的人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吗？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啊？你别血口喷人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现在就把昨天打我儿子的野男人交出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你就是私通男人，是要进猪笼的。这天下想打你儿的人多的是了，你说的是哪位呀？别废话，给我绑了，送去审判。别说什么摄政王了，就算皇上来了，也没人能救你。正好我也想报官，这府里啊，有人想下毒害我，我倒是要看是不是贼喊捉贼。你胡说什么啊？谁给你钱药了？那不过是我们夫妻间的小情趣罢了。哦，世子，你不打自招了？贱人，你别不识好歹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哼，谁说要送官府才能判你的罪？今天老娘就在府里开堂审问，在这府里我就是王法。来人，世子妃私通外人殴打世子，无需提问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不许伤我小姐！圣旨到，宣顾南入宫觐见。好端端的招他觐见做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莫不是夫人在外惹了什么麻烦，惹了陛下不高兴？你这个贱人，这回得罪了陛下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不对，他犯了罪，岂不是会连累侯府？此刻起，这贱妇与侯府毫无关系。此话当真？你这个贱人，记录好，千万别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。我顾南是死是活，跟你们都没有关系。走吧。喂，侯府顾南，医治哀家顽疾有功，赏。快起来呀！这酒是你酿的？是。这酒啊，有奇效，哀家喝了，没想到竟然医治哀家头疼的顽疾。这病啊，宫里多少太医都瞧不好，竟是被你给治好了。哀家得赏，就赏你这酒。往后作为御用特供，你顾家被提为京城皇商。多谢太后。说，你是不是在利用本王？利用你什么？那酒是不是你故意留下的？你知道太后嗜酒，你猜测本王会献给太后？回答本王！痛！别动！还疼吗？我先走了。
我们楼子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们谢家没有你这种儿媳妇儿，还不快给我滚！恒儿，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把这县妇给我休了！要休了我不可能，断绝关系的话，那就和离啊！你别欺人太甚！是你在欺人太甚吧？现在觉得我没用了？好啊，那就和离啊！夫君，莫气。好了，恒儿，让他和离。他要是再不滚，我们侯府的整个气运就被这晦气玩意给拖累了。来吧，就听母亲的。我总算要获得自由了。圣旨到！传太后懿旨，赏赐顾家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明珠1谢，特赐顾家100年第一皇商资格。此后宫里用酒由顾家特供。臣女接旨。谢太后。你不是被罚的，啊！百年皇商，他这不是赚大了？恒儿刚跟他和离，这不是亏大发了？另宣太后懿旨，还有旨意，顾氏之女顾南不得与谢恒和离，2人须夫妻和睦。臣谢过太后，臣一定遵旨。为什么？世子夫人，还请好自为之，恪守妇道。岂有此理！那顾南不守妇道，小小商户女竟敢攀附哀家的燕儿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走吧。不行。你怀孕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本王？还是被发现了。如今太后也不喜我，倘若我再跟着萧衍，只怕孩子难以平安，萧衍也难逃其咎。我不能害了他们。你既然怀了本王的孩子，一定不会让你离开侯府的。本王要立刻娶你。不必了，这孩子是我一个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什么叫没关系？他也是本王的孩子。你凭什么说他是你的孩子？你又有何凭证呢？你这个女人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多次救我，我确实很感激，但只是感谢而已。本王不信，本王不信。你还信不信？求母后恩准，让儿臣迎娶顾南。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！那个上户女出身卑贱，怎配你这堂堂摄政王？母后，儿臣心意已决，这辈子只钟爱顾南一人，唯他不娶。你这是要气死哀家吗？宗爱卿平身吧。皇上，
应秉公执法，请勿乱了法纪。莫放心，儿臣心里有数。你就是顾南？臣女便是。你可知朕来薛家所为何事啊？今年冬寒，无数百姓深受冻害之苦。据淮阳郡主禀报，顾家作坊私自囤积大量炭火，意欲囤积居奇，再以高价卖出，你可承认？臣女承认。炭火乃百姓过冬必备，此举乃是扰乱民意，发国难财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女尚未说完。臣女的确囤积炭火不假，但臣女没错。大胆，犯下滔天大罪，还不承认？此话真假？因为复古上书到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刚刚户部来报，顾氏作坊给我们赠送了一大批炭火，这下百姓有救了。此话属实？自然属实。这世子夫人当真人善，如今太家已然平稳。好，很好，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顾南，你此番善举有功，朕要赏赐你。传朕旨意，即刻起，便立顾南为清河县主，赐封地。谢陛下。快请起吧。陛下，臣女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请求陛下让我和世子和离。我不同意。和离，哀家不同意。夫人，你我夫妻多年，哪怕再有矛盾，那也是家事，怎么能闹到陛下跟太后面前？陛下，太后明鉴，臣女想和离，并非是其他原因，而是谢家这些年作恶不断，臣女实在是不想同流合污。你胡说什么？陛下明鉴，臣女的婆母近些年作恶不断，屡次违反我朝律法。这是婆母在民间流放印子钱的罪证。你这是从哪里搞来的？还有世子和婆母多次给臣女下毒，世子更是为了掩脱罪行，在衙役当众杀人，此乃都有证人。人证在哪儿？人证在此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摄政王，确有此事？千真万确，臣与京兆府等人亲眼目睹谢恒行凶杀人，所言非虚。谢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臣有罪，请陛下宽恕臣。对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再犯了。陛下，求你饶了我们吧！你等仗着身份险恶，作恶多端，罄竹难书，朕岂能宽恕？传旨，褫夺淮阳郡主所有封号及诰命，剥夺谢恒一切官职，贬为庶人。陛下饶命！陛下不要啊！求陛下宽恕！拖出去，别脏了朕的眼。皇上。顾南与谢恒和离，朕准了。哼，谢陛下。多谢皇兄帮忙。太后那边，依朕看，莫不如让朕直接赐你跟顾南成婚得了，省得朕的摄政王整日魂不守舍。谢皇兄好意，可我还是希望等到他亲自同意的那一时，在十里红妆迎娶她。
怎么又输了？再来一局。如意，我们自由了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离开侯府，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很快又要多一个小家伙陪着小姐喽。行了，快去收拾东西吧。什么？人丢了，还不赶紧去找？是，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外出寻找。顾南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一定要给本王好好活着。贱人，你把我们害得好惨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你不要乱来，如果我死了，侯府所有的人都得陪葬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把肚子里的孩子清理干净，省着出来跟着你受罪。我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你们不要伤害他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是冲你，谁让是这野种娘？你这个贱人，害了我的全家！这笔账，只能让你肚子里的孩子来偿。不要！孩子，是娘亲对不起你，娘亲一定会为你报仇，血债血偿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如意，侯府他们那帮人把我的孩子……小姐请放心，小少爷安然无恙。啊！孩子，如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全靠王爷及时相救。来人，都给我带下去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贱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会诅咒你的！你不得好死了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王爷，老臣已经尽力，夫人身体本身虚弱，加之堕胎药力过猛，报答还是报销？大小本王都要。若他有任何损伤，本王要你整个太医院为他陪葬。小姐，您不知道，昨晚王爷为了您，几乎将整个京城翻了个底朝天。原来如此。圣旨到，传陛下谕旨，赐摄政王萧燕与清河县主顾南大婚，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，钦此。有了这道圣旨，看你还怎么拒绝我。